世界上最賺錢的商業模式，既不是造芯片，也不是發射火箭，更不是做互聯網，而是一瓶看起來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黑色液體。股神巴菲特曾經重倉持有這家公司的股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累計獲利超過400億美金，是價值投資歷史上最經典的案例之一。它的生產成本可能只有幾毛錢，但是消費者卻願意用幾塊錢去購買。沒有複雜的技術，沒有高深的專利壁壘，甚至連競爭對手都可以輕鬆複製它的產品。但是100多年過去了，沒有任何公司能夠真正擊敗它。這家公司就是可口可樂。在今天，可口可樂已經賣到了全球200多個國家和任何一個角落，每天銷售超過20億瓶。就連現在的聖誕老人的白鬍子、紅衣服的形象，都曾經是可口可樂設計的。那麼，可口可樂如何僅僅憑着一小瓶糖水就創造了一個飲料帝國呢？為什麼股神巴菲特願意把10幾億美元投入其中，然後連續幾十年不賣呢？在可口可樂的歷史上，又有哪些有意思的商業故事呢？今天我就來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可口可樂的成功密碼，看看大家能從這裡面獲得什麼樣的啟發。時間拨回到1886年的美國亞特蘭大，那個年代的美國正處於工業革命快速發展的階段，鐵路、電力、汽車工業剛剛開始興起。但與此同時呢，美國當時的社會也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整个社會對酒精依賴的程度非常的高。人們在白天幹完體力勞動，晚上回家呢就喜歡喝個醉生夢死，這就是當時很多普通美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喝過酒的都知道哈，有時候前一天晚上喝的多了以後啊，第二天白天就渾渾噩噩，打不起精神。在這個背景下，一位名叫約翰·彭伯頓的藥劑師研發了一種特殊飲料。當然最開始的時候，它並不是作為普通飲料進行銷售，而是一種用來提神醒腦且不含酒精的藥劑，也就是類似於現在大家熟知的保健品。當年彭伯頓呢，把可樂果、古柯葉提取物，還有糖漿以及其他的成分混合在一起，制作出了第一版配方啊，這就是最開始的可口可樂。1886年5月8號，第一杯可口可樂在亞特蘭大的一個藥店裡邊賣了出去，當時的售價呢是5美分一杯。第一年的時候呢，彭伯頓的藥劑飲料每天只能賣出去9杯，不光銷量少得可憐，並且成本呢還很高，是賠錢的。也就是說，可口可樂一開始的時候是一門賠錢的生意。如果故事停留在這裡，那就不存在可口可樂這家偉大的公司了。真正改變這杯藥水命運的人，是後來出現的一位商業天才，他的名字叫做阿薩·坎德勒。1892年，阿薩·坎德勒正式成立了可口可樂公司。如果說彭伯頓給了可口可樂靈魂，那麼坎德勒呢，則賦予了他商業肉身。坎德勒這個人創造了商業歷史上最早的幾種經典營銷手段，很多他創造的營銷模式呢，在今天看來，普通人都已經非常熟悉了。比如免費體驗券營銷，當年坎德勒向美國市民郵寄和發放免費的兌換券，市民們拿着這些兌換券呢，就可以到藥房免費喝一杯可口可樂。當消費者習慣了這個味道以後，就開始掏錢購買。再比如鋪天蓋地的周邊廣告，在那個沒有電視和互聯網的年代呢，你在日曆、時鐘、海報、報紙，甚至是每個美國家庭的廚房裡面都能看到印有可口可樂標誌的物品。但是坎德勒做出最偉大的商業決策呢，其實是一個無心之失。在19世紀末，可口可樂主要還是以櫃台現調制現喝的這種形式存在，有點類似於現在酒吧裡邊的特調雞尾酒，也有點像現在的蜜雪冰城。所以可口可樂早期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不是沒有消費者，而是無法保證消費者每一次喝到的味道是一樣的。剛才咱們說過，當年可口可樂呢，主要是通過藥店出售。不同的地點、不同人員調制出來的飲料，口味可能存在差異。如果說想要建立全球品牌的話，那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可是，在1899年的時候，2名來自田納西州的律師找到坎德勒，提出想要購買可口可樂在全美國進行瓶裝化銷售的獨家權利。坎德勒雖然是一個商業天才，但是當年的他呢，根本不看好瓶裝飲料，覺得又貴又麻煩。於是他就以1美元的名義價格，把全美國大部分地區瓶裝獨家銷售的權利賣給了這2個律師。這個看起來極其傻瓜的決定，卻無意中奠定了可口可樂未來100年最核心的商業架構，那就是特許瓶裝經營體制。可口可樂公司只需要專注做2件事情，那就是造濃縮液和做品牌營銷。至於買瓶子、建工廠、招工人、搞配送這種髒活累活重資產，通通交給那些獨立灌裝商去幹啊。但是到了1916年的時候，市場上又出現了很多可口可樂的仿冒品。
於是當年的可口可樂公司呢，聯合印第安納州的根斯玻璃公司，設計出了聞名世界的弧形瓶。這種設計有2個意義：第一，即便你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當中，只摸到瓶子的外形，也能知道這是可口可樂。就算這個瓶子被打碎了，你看到瓶子的碎片，也能認出這是可口可樂。第二，可以帶來強烈且鮮明的視觉識別作用，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品牌資產。可口可樂的弧形瓶子呢，就好比蒂芙尼的藍色、香奈兒的香水瓶子，又或者是费列罗巧克力的金色锡纸。今天很多企業花了几十亿美元建立品牌認知，但是可口可樂呢，用了超過100年的時間，把一个瓶子变成了全球消費者都認識的符號。可口可樂最後真正能夠成為全球品牌，還有一個關鍵節點，那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1941年，美國加入2戰，當時的可口可樂公司提出一個戰略，那就是讓每一個美國士兵無論在哪裡都可以買到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樂。當年的美國軍方不僅被這條口號給打動了，甚至直接把可口可樂列入了軍用物資清單。在2戰期間，美國政府出資幫助可口可樂在歐洲、太平洋等前線建立了64家臨時的海外灌裝廠，甚至隨軍出征的可口可樂技術人員還被授予軍銜。這些人呢，被稱作是可口可樂上校。在戰爭期間，美國士兵一共喝掉了大約50億瓶的可口可樂。當戰爭結束，美軍撤離時，這64家灌裝廠和被可口可樂培養出味覺依賴的當地居民，直接變成了可口可樂戰後無縫收割全球市場的現成的基礎設施啊！從此之後，可口可樂一舉跟愛國主義、美式生活方式、自由等等標籤徹底綁定，相當於是一種貫徹全世界的品牌和精神入侵。說到品牌和精神入侵，這裡額外再插入一個冷知識：你今天看到的身穿紅袍、留着白鬍子、慈祥和藹的聖誕老人形象，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可口可樂公司一手塑造的。在上世紀30年代以前，歐洲和美洲的聖誕老人形象千奇百怪，有穿綠衣服的，還有矮小的精靈形象，甚至還有穿灰袍的瘦老頭。1931年，可口可樂為了在冬季推廣冷飲，於是呢就聘請插畫家海頓·山布創作聖誕老人的海報。山布呢直接採用了可口可樂的標準色，也就是鮮紅色和雪白色進行創作，最後創造出了一位紅袍子、白鬍子的慈祥老爺爺。然後通過連續幾十年鋪天蓋地的冬季廣告，可口可樂呢成功把自己的品牌顏色成功植入了全球人類文化的記憶裡邊。只不過發展到了現在，人們反而忘記了聖誕老人身上的白鬍子和紅袍子其實是來自可口可樂。在可口可樂的歷史上，當然也不是一直這麼一帆風順啊！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時候，可口可樂這個龐大的帝國迎來了它歷史上最大的對手，那就是百事可樂。當年百事可樂發起了商業歷史上最著名的攻勢——百事挑戰。百事可樂在商場和街頭舉辦盲測，讓路人在不看品牌的情況下品嘗2杯沒有標記的可樂，選出更好喝的一杯。結果顯示，有超過50%的消費者選擇了口感更甜的百事可樂。百事可樂呢，隨後就將這些真實的反應拍成廣告，並且瘋狂地喊出一個口號啊，那就是新一代的選擇。這句口號呢，暗指可口可樂是老氣橫秋、口感落後的舊時代的產物。這一招直接刺中了可口可樂的軟肋，可口可樂的市場份額呢，在1980年代一度下滑至歷史低點。面對百事可樂的逐漸逼近，當時可口可樂新上任的 CEO 羅伯托·戈佐艾塔慌了。可口可樂公司的實驗室經過研發，推出了口感更甜、更順滑的新配方，並在全球進行了高達20萬人的盲測。結果顯示，新配方的可口可樂在口感上全面碾壓百事可樂以及老款的可口可樂。在1985年的4月23日，可口可樂公司做出了歷史上最荒謬的一個決定，那就是宣布徹底停產擁有99年歷史的原版可口可樂，全面替換為新配方。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呢？後果是引起了一場天崩地裂的消費者暴動。當年美國憤怒的消費者聚集在可口可樂亞特蘭大總部的門口啊，舉着還我可口可樂的牌子進行示威遊行。可口可樂每天還能收到上萬通的抗議電話，甚至有消費者還成立了美國老可樂飲用者協會，還準備起訴可口可樂。在79天以後，也就是1985年的7月11日，戈佐艾塔不得不召開新聞發布會認錯，宣布重新生產可口可樂的原版配方。
方，還給消費者童年的記憶，也還給他們二戰老兵的情懷。然而，讓可口可樂公司高層沒想到的是，這場看似災難的慘案卻演變成了商業史上最大的奇蹟之一。當原版的可口可樂重新回到超市貨架的時候，就立馬被瘋狂的消費者們搶購一空，可口可樂的銷量反而迎來了爆炸式的增長從此徹底拉開了與百事可樂的差距。在1988年的時候，股神巴菲特的公司，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開始大量買入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建倉成本13億美元，一共買入4億股，一直到1994年才建倉完成。巴菲特自從1994年建倉完成以後，至今已經超過30年，從未賣出哪怕一股可口可樂的股票。巴菲特這些年從可口可樂公司身上賺取了大量的利潤。他當年建倉可口可樂的平均成本大概是3.25美元每股，如果僅看股價上漲帶来的利潤，那麼就是335億美元的利潤這還只是一方面。可口可樂公司連續60年不斷的提高股息，截止到2026年，可口可樂每年的分紅能達到2美元每股左右。這也就意味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從此以後僅憑着手頭這4億股股票，每年就能坐收大約8億美元的現金分紅。如果以後可口可樂繼續提高股息，那麼賺的就更多。從1988年至今，伯克希爾哈撒韦從可口可樂累計收取的現金紅利總額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再加上這些年股價上漲的利潤，那麼累計賺到的利潤就達到了430億美元以上轉換成人民幣的話，大概就是3000億人民幣左右。巴菲特當年之所以選擇可口可樂，其實除了因為可口可樂品牌的心智佔領、老兵情懷，還有童年記憶以外，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1980年代以前，可口可樂為了控制可樂的質量，自己又花錢買下了大量的灌裝廠，這就導致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極度的臃腫，淨資產收益率 ROE 被拉低，因為工廠設備的折舊、工人薪水還有物流成本非常的高，壓得可口可樂公司喘不過氣。在那个时候，還是那個戈佐艾塔，他在上任以後做出了石破天驚的財務舉措，那就是剝離重資產。公司成立了一家名為 CCE 的獨立公司，把全美國和歐洲的灌裝廠全部打包剔除出去。可口可樂公司的負債表只保留少數股權。這一轉型徹底改變了可口可樂的財務結構，帶來了3個好處。第一，資產收益率飆升。由於剝離了工廠和設備等固定資產以後，公司的資本回報率大幅度提升，長期保持在40%到50%以上的驚人水平。第二，極高的毛利率。可口可樂濃縮液的生產成本非常低，因為本質上就是糖水、香精還有香料的混合物，所以這就讓可口可樂公司的毛利率常年維持在60%以上。第3個好處呢，就是可以讓利潤急速的兌現。灌裝廠每賣出去一箱可口可樂，就必須先向可口可樂總公司購買濃縮液。總公司不僅不承擔終端貨品滯銷的風險，還掌握着對濃縮液的絕對的定價權。重資產、庫存風險還有終端的價格戰，全部都甩給了合作的灌裝商，而可口可樂則直接鎖定上游濃縮液的穩定毛利，不用承擔製造業周期性的虧損。所以公司的估值呢，就從飲料製造企業就變成了品牌加特許經營輕資產公司。這一點就像當今國內新能源市場裡的鴻蒙智行一樣，華為公司站在上游，只為下游的賽力斯、江淮、上汽、奇瑞等汽車製造商提供智能座艙和智能駕駛的硬件和軟件，以及一些技術的研發。最後呢，再向他們收取固定的利潤。而至於汽車行業終端的價格戰造成的利潤虧損，對於華為公司的影響就很小了。當然了，這些汽車製造商和可口可樂的灌裝商其實是一樣的都淪為了品牌的奴隸，專門用來幹髒活累活，是沒法賺大錢的。但是他們也不能大規模的倒閉一旦下游的製造商大規模倒閉，那麼上游的總公司呢，早晚也會跟着倒霉。所以上游的可口可樂總公司在銷售濃縮液的時候呢，只需要實時調整好出貨價格，就可以讓底下這個灌裝商在餓不死的前提下，還能多多少少的賺點零花錢。如果用一句話總結巴菲特投資可口可樂的邏輯，那就是用合理的價格買入一家擁有長期競爭優勢並且可以持續產生現金流的優質企業。當年在巴菲特的眼裡，可口可樂呢就是優質企業之一。可口可樂不是科技公司，沒有芯片技術，沒有人工智能算法，也沒有複雜的軟件系統，但是它擁有另外一種更難複製的東西，那就是消費者幾十年以來的習慣。而這種習慣
換呢，就是消費行業最深的護城河。雖然都是在生產東西啊，但是可口可樂跟傳統的製造業企業是不一樣的。傳統的製造業，比如鋼鐵企業，需要花錢購買很多的鐵礦石；汽車企業和各種的科技企業呢，需要花錢建設工廠和研發中心，並且每年呢還得拿出很多的錢去研發新的技術。特別是在咱們國內啊，那些汽車和科技企業還特別喜歡互相攀比和拉踩，甚至他們還在互相攀比誰的研发費用更高，誰的技術更先進，誰在產品上堆料堆得更多，並且幾乎每個品牌還都圈養了一群水軍和 KOC 博主。這些人呢，會不斷的發布讚美主子品牌並拉踩其他品牌的內容，然後拿到廠家的廣告費。這一塊對廠家來說其實也是不小的成本。而可口可樂呢，那就簡單多了。可口可樂最核心的產品呢，就是濃縮液，生產成本非常的低，不需要研發新的技術，也不需要建設什麼大型的研發中心和新工廠。這就意味着可口可樂每賣出$100的產品，在扣除直接成本之後，仍然可以留下超過$60的利潤。當然，可口可樂為了維持品牌和知名度，每年也是會砸出很多廣告費的，並且還得花錢去設計不同的包裝和外觀，避免消費者審美疲勞。可口可樂公司的商業模式以及護城河大致就是如此了。巴菲特在1988年投資了可口可樂公司，帶来了巨額且連續30幾年不間斷的利潤收益。那麼問題來了，假如在座各位都是投資人，那麼在這個時間節點全倉買入2026年今天的可口可樂公司的話，還能不能穩定的持續盈利超過30年呢？那麼接下來我就跟大家一起來盤點一下可口可樂公司潛在的一些風險，大家來聽听看，看我說的有沒有道理。首先，第一個風險，那就是來自糖的風險。過去100年，可口可樂公司成功的核心邏輯呢，就是讓消費者每天能喝上甜的飲料。但是現在，全球的消費趨勢正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肥胖啊、糖分啊、糖尿病等健康問題，尤其是在那些歐美發達國家。年輕消費者的認知越來越高，他們對於高糖飲料的接受程度呢正在下降。過去的時候，一瓶可樂就可以給大腦帶來很多的快樂，而現在一瓶可樂呢就意味着額外攝入幾十克的糖。這種消費觀念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傳統碳酸飲料市場，並且這不是一次性發生的，而是像溫水煮青蛙那樣慢慢發生的一種變化。不僅如此，世界各地的糖稅呢也正在蔓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英國、墨西哥还有美國的部分州，開始徵收高額的糖稅。糖稅呢，直接抬高了含糖飲料的終端售價，抑制了消費需求。對於所有含糖飲料來說呢，都是一個壞消息。當然了，可口可樂公司像其他品牌一樣，也推出了無糖的產品，比如黑色商標的0度可樂。所謂的無糖飲料，其實就是依賴阿斯巴甜、赤藓糖醇、3氯蔗糖等人工或者是天然的甜味劑來人工制造出甜味，用來代替傳統的糖。但是近年来，關於代糖健康隱患的討論也時有發生。比如世界衛生組織旗下的研究機構 IARC 曾經就評估過阿斯巴甜，把阿斯巴甜這個代糖呢歸類為2B 類，也就是可能對人類致癌的物質。當然，這不等於確定會致癌。IARC 沒有把使用劑量和風險高低計算在內，只是判斷了這個物質有沒有潛在的致癌風險。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讓整個社會掀起對代糖的討論，給大家留下負面的印象。很多人對那個健康比較重視的人，他們的心態可能就變成了，既然都不確定代糖有沒有致癌作用，那我就直接不喝就好了，畢竟又不是必需品。那久而久之呢，就會影響到飲料的銷量。第二個風險呢，就是停止增長的風險。我們如果去翻一翻可口可樂的過去5年的營業額，就可以發現，每年的營業額呢都已經幾乎不再增長了啊，或者是說企業越大啊，增長就越困難了。巴菲特在1988年買入可口可樂公司股票的時候，公司的營業收入當時只有83億美元。這幾十年來，隨着可口可樂的產品不斷地向亞洲、歐洲和南美洲擴張，公司規模也變得越來越大，並且這幾十年也是中國經濟成長最快的那幾十年，因為剛剛趕上了中美建交、改革開放，還有加入世貿組織。所以現在中國的這10幾億人口，每年呢都可以給可口可樂公司帶來巨額的利潤。所以巴菲特自從在1988年買入可口可樂以後，其實是享受到了公司擴張最快的那幾十年紅利期的啊。公司的股價
從1988年的3塊多漲到了80多美元，所以巴菲特买入可口可樂的收益就可以爆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可口可樂公司已经從一個高速增長公司變成了一個穩定現金流公司，這對投資者來說，你所獲得的收益更多的會來自公司的股息，而不是股價的增長了。第三個風險就是飲料行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了，而可口可樂的品牌呢又太老。很多人認為可口可樂最大的競爭對手是百事可樂，其實並不是了。現在市場上所有的飲料都是可口可樂的競爭對手，比如功能飲料、電解質飲料，還有其中最致命的是那些遍布街頭巷尾的奶茶店。很多年輕人在夏天的時候更喜歡去蜜雪冰城買杯現場調制的冰鎮果茶或者咖啡，而不是去買瓶裝的冰鎮飲料了。而這些奶茶店在冬天的時候也能銷售熱飲，這是可口可樂公司辦不到的。這些奶茶店正在改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已經成為了一個事實。而消費習慣呢，恰好是可口可樂最強的護城河之一。所以別看股價一直在創新高，但可口可樂品牌的護城河其實是正在衰弱的。更何況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品牌是永恆的，歷史上也有很多曾經偉大的品牌，最終也逃不過關停并轉的命運。比如生產相機膠卷的柯達公司，它成長的那些年呢，競爭也很激烈，但最終殺死柯達的並不是其他的膠卷公司，而是數碼相機被發明出来了，人們不再需要膠卷了。而柯達公司呢，又沒有這個其他有價值的產品可以提供，最終呢，在2012年選擇破產。再比如諾基亞手機，智能手機呢已經被 iOS 和安卓瓜分了天下。當年諾基亞死守着自己的操作系統，最終呢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所以說到最後，可口可樂公司當前最大的優勢呢，並不是產品，而是全球品牌、消費者習慣，還有現金流的能力。如果現在買入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可能會拿到不錯的分紅，但是增長能力，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空間了。現在這個時候已經跟巴菲特那個時候不一樣了，因為現在人家巴菲特就算把10幾億美金的本金全部都不要了，那最終人家也是賺錢的。好，這就是可口可樂公司。下次還希望我講什麼公司，可以打在評論區，咱們下期再見。